大家好，我是静。家里有几盒过期的酸奶，没人吃了，干脆就把它做成酸奶面包吧。同时，我还做了酸奶酱做馅儿，一口爆浆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做法非常简单，不需要手套膜。首先来和面，200克酸奶，酸奶的种类不限，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。加入60克牛奶，打入1个鸡蛋。加入1大勺植物油，植物油要选用无味的，当然你也可以用融化的黄油。再加入15克白糖，搅拌混合所有的材料。搅拌混合好后，加入1小勺活性干酵母，大约3克。搅拌混合均匀，加入350克高筋面粉，1/4小勺的盐，大约2克。首先混合面粉和盐，避免盐和酵母直接接触，影响发酵，然后混合所有的材料。配方的含水量比较大，所以面团比较湿黏，不需要下手揉面，只需要刮刀铲去混合就可以，直接混合到没有干粉的状态就可以了。面团不光滑也不要紧，我们和好后加盖，让面团松弛25到30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来和面。面团松弛的过程其实也是面团起筋的过程。这时候的面团已经不太粘手了，我们可以直接下手揉面，只要1-2分钟，面团就被揉得很光滑了。最后的面团是比较光滑而且柔软的。揉好的面团放入大碗中，加盖，放置温暖处，让它发酵至2倍大。23度的室温发酵，大约需要1个半到2个小时左右。利用发酵的时间，我们来做酸奶馅儿。不粘锅中加入200克酸奶，25克牛奶，打入1个鸡蛋，搅拌混合均匀。再加入15克糖，20克玉米淀粉，把所有这些材料彻底的混合好，到没有面粉疙瘩的状态。加热，慢慢的炒制。最开始可以用中小火，中途要不停的搅拌，等到底下发现有一些小疙瘩的时候，火要减成最小火。继续不停的搅拌，等到出现像这种逐渐变稠，并且有大疙瘩出现的时候，要关火了。用余温继续搅拌，继续搅拌至丝滑的状态，我们的酸奶酱就做好了。做好的酸奶酱加盖保鲜膜，放凉备用。大约1个半到2个小时左右，面团已经发酵至2倍大，手指搓动，不回缩不塌陷，说明发酵刚刚好。面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直接移出面团，不需要揉面，直接压扁排气。上如果有大气泡，可以直接挑破。把面团平均分成12等份。每一份都像这样，向中间拉伸折叠，并且最后滚圆成小面团。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在面板上操作。
都是拉伸，然后向中间折叠。揉好的小面团顺序放好，加盖餐巾布，防止风干。然后取出第一个小面团，我们就可以包馅了。小面团光滑面向下擀开，然后放上一份刚才做好的酸奶馅，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。注意接缝一定要包好，防止露馅。滚圆，我们一个酸奶面包的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后，间隔码入烤盘内，加盖餐巾布，2次发酵至 1.5 倍大。正常的室温发酵大约需要45分钟左右。2次发酵完成前，要提前预热好烤箱到180度。我们可以用手指轻按面包生胚的表面来检查面包是否发酵完成。缓慢回弹说明刚刚好，弹很快说明发酵不足。如果塌陷了，说明发酵过度了。发酵完成后，可以在面包生胚的表面薄薄地撒一层面粉做装饰。如果喜欢表面颜色金黄的，也可以刷鸡蛋液；喜欢哑光色的，可以刷牛奶。做好后，直接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摄氏180度，烤23到25分钟左右。注意观察，上色满意的时候，可以加盖锡纸继续烤。具体烘烤的时间可根据你的烤箱做适当的调整。出炉的面包马上放在架子上自然降温。这款面包基本没有揉面，但是由于加入了酸奶，就像加入了天然的面包改良剂，烤出来的面包蓬松柔软。再加上香甜嫩滑的酸奶酱夹心儿，不好吃都难。配方少油少糖，用来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